同学们好，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和相乘相侮的规律。经过前面的学习之后，我相信同学们对五行学说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。上一节课我们提出了2个问题，一个是为什么有人一生气就会胃痛，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越累越睡不着。那么在学习本节课的内容以后，我将一一的为同学们进行解答。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。首先，五行学说可以用来说明五脏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，比如肝藏血以济心血，这就是肝生心，即木生火；心阳以助脾阳运化，这就是心生脾，即火生土；脾的健运可以补益肺气，这就是脾生肺，即土生金。肺气清肃下行，有助于肾的纳气，这就是肺生肾，即精生水。肾所藏之精能滋养肝血，这就是肾生肝，即水生木。这就是五脏之间的相生的关系。而肝的疏泄可以疏达脾气，令脾气不至于壅滞，这就是肝制约脾，即木克土。脾的健运可以控制肾水，使肾水不至于泛滥，这就是脾制约肾，即土克水。肾主水，可以以治心阳，使心火不至过于亢盛，这就是肾制约心，也就是水克火。而心的阳气呢，可以制约肺素，使肺经清肃不至于太过，这就是心制约肺，即火克金。肺的清肃抑制了肝的生发，防其太过，这就是肺制约肝，即金克木。这就是五脏之间的相克的关系。五行学说不仅可以用来说明五脏之间的关系，还可以用来说明五脏之间的相生相克的传变规律。首先是按照相生关系进行传变的规律，又称为母子传变。它用2种传变的规律，分别是母病及子和子病及母。母病及子是指的病变由母脏累积到子脏，又称为顺传。比如说，肝和肾是母子关系，肾水是母脏，肝木是子脏。若母脏肾阴精亏虚不足，就可以导致子脏的肝阴血不足，最后出现肝肾两脏同时亏虚，这就是母病及子。再比如，脾胃和肺也就是母子关系，脾土为母脏，肺经为子脏。若母脏脾胃虚弱日久，会导致子脏肺气也不足，这就是母病及子的传变。又比如，肝和心也是母子关系，肝木为母脏，心火为子脏。当母脏肝火旺，会导致子脏心火也偏旺，最终导致心肝火旺。而心肝火旺的病人，他的表现是平时肝火很旺，容易情绪急躁，心烦易怒，从而导致失眠。这种心火亢盛的失眠，在我们生活中间非常常见。子病及母是指的病变由子脏最终波及到母脏，也称为逆传。子病及母有3种形式，第一种形式是子脏比较亢盛，从而引发母脏的亢盛，最后导致2脏都很亢盛，这又称为子病犯母。比如说心火旺盛，影响到母脏肝木，从而引动肝火，导致心肝火旺。这种心火引动肝火，表现为心烦失眠，而导致情绪急躁，这就是子病犯母的第一种形式。子病及母第2种形式是子脏虚弱导致了母脏虚弱，比如说肺气虚弱不足，会导致他的母脏脾胃也会虚弱不足。又比如心血不足，也常常会累及他的母脏肝血不足，从而导致心肝血虚。
这是第2种子病及母。第3种子病及母，它是子脏过于亢盛，损伤了母脏，导致了子盛母衰，又称为子盗母弃。比如说肝火旺盛的时候，会导致母脏肾阴亏虚，这就是子盗母弃。按照相生的规律，有母病及子和子病及母2个病变的传变规律，而按照相克的规律，也有2种病变的传变规律。第一个就是按照相乘的病变传变规律。相乘是指的五行之间的相克太过，或者五行不及而被克，从而引起的病变。我们还是以肝木和脾土之间的关系为例。正常情况下，肝木本应制约脾土，但是如果肝气过于旺盛，或者是脾胃过于虚弱，都会导致肝木克脾土的力量太过，形成相乘的关系，从而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。这就叫肝气沉脾胃。肝气犯胃、肝气犯脾，我们又称为肝胃不和，或者是肝脾不调。肝胃不和、肝脾不调会出现哪一些临床表现呢？肝气旺盛通常会表现出情绪比较容易紧张，容易烦躁、焦虑，平时的压力比较大。如果克制胃的力量增强的话，会导致胃胀、腹胀、嗳气、泛酸等等表现。如果克制脾的力量增强的话呢，会导致腹胀、腹泻等等这些表现。这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那种一紧张一焦虑就出现胃痛胃胀，或者是一紧张一焦虑就会出现拉肚子的表现。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在考试之前很紧张，一紧张他就没有胃口了，吃不下饭，因为他胃胀。而有的人呢，一紧张就会拉肚子，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之间的相乘的病变传变规律的体现。相克病变的传变规律，除了相乘，还有相侮的传变规律。相侮就是反克为病，它逆着相克的顺序而进行的病理传变。我们还是以肺经和肝木之间的关系为例。肺经正常的克制方向应该是克制肝木，但是肝木容易旺盛太过，或者是肺经容易虚弱不足，都可以导致肝木不仅不被肺经所克制，还会反辱肺经。肝木反侮肺经会出现什么症状呢？肝木旺盛会表现出急躁易怒、情绪暴躁。当它出现这种情绪激动，比如跟人剧烈的争吵，肝旺就可能会反侮肺经，而出现剧烈的咳嗽，甚至是咳血的症状。这种一发脾气就咳嗽，或者是一发脾气就咳血的症状，这就属于肝木反侮肺经的例子。五行学说的相生相克、相乘相侮的规律，不仅说明五脏的病变的规律，而且还可以用来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。其中，按照相生的规律确定的防治原则，可概括为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。具体的治法为以下5个方面。滋水涵木法，又称滋肾养肝法，或者是滋补肝肾法，是指的通过滋肾阴以养肝阴的方法。这种方法适应于肝肾阴虚、肝阳相抗症。肝旺泻心法是指的清心火以治疗肝火旺的方法，适用于心肝火旺症。益火补土法，又称温阳健脾法，是指通过温补阳气以补助脾胃。这里的火虽然对应的是心火，但是中医认为心火心阳的根本在于肾阳，因此益火补土的方法是指的通过补肾阳达到温补脾阳的方法，适用于脾肾阳虚症。培土生金法，又称补脾养肺法，是指通过培补脾气以注意肺气的方法，适用于脾肺两虚症。金水相生法，即滋养肺肾之阴法，适用于肺阴亏虚不能够滋养肾阴，或者肾阴亏虚不能够滋养肺阴的肺肾阴虚症。以上是按照相生的规律确定的治疗原则和方法。按照相克的规律确定的治疗原则，可概括为宜强扶弱。
当一行太强，我们要抑制它；当一行太弱，则要辅助它，使五行恢复平衡。按照相克的规律确定的具体的治法有以下4种：一木浮土法，又称疏肝健脾法，是指通过疏肝平肝以健脾，治疗肝旺脾虚的方法，适用于情绪急躁易怒，导致了胃胀腹胀、嗳气泛酸、大便溏泻的症状。培土治水法，又称为温肾健脾法，是指通过温运脾阳或者是温肾健脾以治疗水湿停聚的方法，适用于脾虚不运、水湿泛滥而导致的水肿胀满的症状。左经平木法，又称泻肝清肺法，是清肃肺气以抑制肝木的一种治疗方法，适用于肝火偏盛、影响肺气清肃而导致的急躁易怒、咳嗽咳血的症状。泻南补北法，又称为滋阴降火、泻火补水法，是指的通过泻心火滋肾水，以治疗肾阴不足、心火偏旺的心肾不交症，适用于心烦失眠、口舌生疮、腰膝酸软的症状。总之，恢复平衡是五行相克规律的根本大法。学习了五行的相生相克、相乘相侮的规律，以及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间的应用，那么现在可以回答我们刚开始提出来的2个问题：为什么有人一生气会胃痛？这就是肝气犯胃，或称为肝胃不和的表现。肝气旺盛就容易生气，一生气，肝旺克制脾胃太过，就会导致胃胀胃痛，甚至会出现拉肚子的表现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治疗呢？肝气太旺，所以应该移强，用疏肝的方法；而脾胃不足，治疗应该辅弱，用健脾和胃的方法。因此，我们可以选择疏肝健脾和胃的方法来恢复平衡，比如选择用柴胡疏肝散，或者是4粒散、逍遥丸等等来进行治疗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有人会越累越睡不着？这种人通常会描述人已经累得腰酸背痛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但就是睡不着。那为什么累了还睡不着呢？这是因为累或者疲劳属于肾虚，肾水不足则心火容易偏旺，肾水越不足，心火越容易旺，也就是越累越睡不着，这是一个心肾不交症。心火偏旺，所以我们治疗要泻心火；肾水不足，所以治疗要补肾水来恢复平衡。这就是宜强扶弱的治疗原则的体现。我们可以选择用天丸补心丹，或者是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。最后，我们做一个小结：五行学说是一个多元论，它是中医理论的又一个说理的工具。它不仅可以解释宇宙是一个整体，也可以解释人体自身是一个整体，人与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。五行的相生相克，维持着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和协调。当五行相乘相侮，人与自然界之间就会发生病变。发生病变的时候，按照相生的规律，我们确定实则泻其子，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原则。按照相克的规律，我们确定宜强扶弱的治疗原则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相生的传变规律，还是相克的传变规律，制定的预防和治疗原则，其核心就是恢复平衡。当平衡协调的时候，人不会有病；当平衡协调被打破了，人就容易生病。而当人生病之后，我们就要用恢复平衡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治疗。这就是五行学说。好了，关于五行学说的这一部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